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野，欢迎收看本期 Like Music。最近一直想给工作室的休息区增置一套影音娱乐系统，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电影打打游戏之类的。但是作为音频工作者来说，电视内置的这音响品质肯定不能满足需求啊。可是我确实不想再给休息区增加一套录音棚里用的音响设备，乱七八糟的现一堆尽量呢就想极简一点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直到前几天呢，我看到了 B&O 这个品牌发布了 BioSound Theater 这款产品。首先呢，我对整体的外观设计非常满意，简约优雅，贯彻了 B&O 北欧范儿优秀的艺术设计。其实这个品牌的绝大多数产品放到世界顶尖的美术馆当展品都没啥问题。而且呢 BioSound Theater 电视屏幕加上 Soundbar 一套一起购买，装好了音箱、支架、电视呢，它是浑然一体的。音响部分的设计也非常考究，外形呢如帆船一样，龙骨的设计呢坐落在铝制刀片上面，整体看上去宛如悬浮在空中一样。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连接线都被巧妙且优雅的隐藏了起来，就像一体成型的艺术品一样。我这小心肝一下就被戳中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器切换这个电视里的各种 APP， 包括是很多的一个视频播放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遥控器切换整个 BioSound Theater 它里面的一些功能我们还可以通过这 list 的菜单控制这个脚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脚架的功能，然后它居然可以电动控制，这非常高大上，有没有？其实入手之前，我对回音壁这类的产品音质一直是心存顾虑的，但是实际试听效果之后呢，确实是非常不错。总功率呢，居然也达到了800瓦1米处的最大声压呢，也达到了112 dB SPL。其实这已经远远超过主流回音壁了，差不多呢可以达到 BioLab 28的效果了。其实呢 BioSound Theater 的设计遮盖了扬声器的尺寸它内置了12颗驱动单元，其中呢中置单元为一组，包含了 5.25 英寸中音单元和一组1英寸高音单元的同轴单元组。同轴单元呢能增强顺带响应，消除不同单元的时间差和相位差。只是制造工艺比较复杂，制造成本呢也比较大。除了同轴单元组呢，它还包含了2个 6.5 英寸的低音单元，2个3英寸的中音单元，4个 2.5 英寸的全频单元，还有2个1英寸的高音单元。多单元结构的 BioSound Theater 全面支持杜比全景声。这些单元的声道排列方式呢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传统的左中右排布单元外，在 Soundbar 两侧呢分别还有向侧边以及向上发射的单元。通过声场定向技术以及声场束宽技术，和其他单元一同协作，形成左右方向的环绕声道以及天空声道。BioSound Theater 本身单独具备7个物理声道的输出，同时呢还具备4个虚拟声道，可以设置为不同的扬声器角色。搭配 B&O 自己的重低音扬声器 BioLab 19作为单独的低音通道，可以实现类似于电影院的 7.1.4 杜比全景声的沉浸观影体验。当然了，由于先进的低频管理系统以及本身搭载2个 6.5 英寸的低音单元，免去了外接低音通道，同样能感受到毫不妥协的震撼低频的表现。在实际播放杜比全景声的片源体验时整个音响呢虽然是直挺挺的摆在我面前，但是我却能听到身后和头顶的声音信息，这个体验蛮神奇的低频的下潜深度呢也非常深，力量感呢也非常足。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 BK 30万的仿生人头设备给大家实录一段听听，大家可以佩戴耳机感受一下。Let's move!
那很多朋友问，杜比全景声到底有什么优势呢？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通常呢，我们常见的声道格式就是立体声，由左右声道构成。我们可以感知到声音的左右运动方向，通过相位差和强度差，可以营造出一整个扇面的声场范围。立体声之后呢，又有了环绕声，声场呢变为了一个360度的环形面，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听到声场的高度信息以及在整个空间的具体定位。直到杜比推出了全景声技术之后听音声场扩展到了整个听音空间，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声音在整个空间任意一个位置的发声信息和声音的运动信息，让人感觉更为身临其境。但是呢，搭建一套杜比全景声的系统至少要10几支音箱无论是从搭建成本还是技术难度来说都是比较费劲的。所以说，基于对象的杜比全景声技术就腾空出世了。原理呢，就是通过渲染算法，让全景声呢可以在各种规格的设备上回放。单元不够嘛，算法来凑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呢，无论听音者是2.0、5.1、7.1的硬件条件下边，都可以渲染回放原来创作者在全景声制作环境下创作的全景声作品。通过真实通道加虚拟算法通道的方式，尽可能的还原全景声的声音位置、运动方向和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增强听音的沉浸感。BioSound Theater 就是采用了这种技术，实现了7.1.4通道的杜比全景声规格的回放。再加上 BioSound Theater 本身声学上的设计，叠加 B&O 自研的声场数宽控制技术，还有空间感知技术，可以进一步增强沉浸感。声场数宽控制功能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可以控制声波的扩散和传播的范围。数宽后的窄声数可以将声音呢准确的传达到听音者所在的特定位置，这样呢可以实现更精准的声音还原。而空间感知技术则是能同时检测空间结构、四周物体反射干扰的情况以及听音者的聆听位置，从而调整系统中每个扬声器的输出参数，比如说距离、声压级等等，确保听音者聆听位置获得最佳的声音体验。有了这2项技术呢，可以让视听会更加具备沉浸感。虽然说对比在房间布置12个扬声器呢，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临场感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其实 B&O 这个品牌一直的原则呢，都是以不妥协的设计，让音质突破各种可能性的限制。BioSound Theater 除了可以当做电视外置音箱之外，即使电视在关闭状态， BioSound Theater 依然可以单独的当为音箱来听音乐。像是 BioLink 还有 AirPlay 以及蓝牙都可以连接到音箱所带来的声音感受呢，绝对不是传统回音壁能带来的体验。我们再通过 B&K 仿声麦克风实录几首歌，大家感受一下。 How are you? It's so 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1,000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never
除了看电影、听音乐之外，我们还可以把 PS5 等游戏机通过 HDMI 接口连接到电视上，再通过电视的 HDMI 呢给到我们的 BioSound Theater。这款产品呢也可以解码 PS5 的杜比音效，这样呢对于玩游戏时候的辨别方位感，还有增强游戏场景的沉浸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个人呢不是怎么会玩游戏这块还是需要给专业的人去讲解。其实 BioSound Theater 是科技与美学的完美结合，完全颠覆了回音壁这一品类的游戏规则，也可以说是回音壁当中的细分奢侈品品类的开创者。对于追求品质生活、热爱电影、音乐、审美在线、追求极致影音体验的高净值人群应该都会被这款产品所吸引。听 B&O 工程师介绍，未来这个系列呢还会推出更多模块，组成一个完整的高端影音音响系统，并且可以统一进行低频管理和声学校准。如果你感觉买这个 BioSound Theater 不够顶，未来呢还可以购买其他 B&O 的经典产品，比如说 BioLab 28还有 BioLab 50一起组合，做不同铃音位置的搭配，打造顶配级别的家庭影院那是相当凑合了。还有一点呢是比较重要的， BioSound Theater 呢还具有可持续性，因为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产品呢也会随着时间不断升级，毕竟音响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没有电视那么快。未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模块更新的方式去适配新的电视屏幕，并且还可以跟 B&O 其他的产品一起进行组合，带来跨时代的聆听体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感觉视频还不错，求赞求必，说转发的点一个大大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